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1月20号，周四。财报继续，道琼斯指数的成分公司 Travelers 公布了业绩，也是击败了市场的预期，所以呢，公司的股票是上涨了5个百分比。而美国航空公司的财报呢，也是超过了市场预期，但是呢，它下调了指引。公司呢报告它的季度业绩，并且警告称新的变种病毒呢已经减少了公司的预定，并将推迟它大流行的复苏。所以呢，综合起来看呢，美国航空公司的股价是小幅上涨。目前整个的财报季还早，但总体而言，我们可能正在看到来自美国企业的又一个稳健的季度。当然，随着加息的到来，公司正在走一条微妙的路线，会经历一些正常的市场波动，但是目前来看呢，公司经济的基础仍然还是稳固的。另外，美联储呢将在下周开会。从市场这段时间的大跌呢，我觉得市场呢已经消化了预计到2022年4次加息 0.25 个百分比中的至少第一个加息，市场呢已经 price in， 也就是说已经消化了。所以呢，我觉得目前看美联储对利率在下周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比较小。今天也是公布了最新的失业数据，截止1月15号当周的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呢是28万6千人，是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结果也是远高于市场估计的22万5千人，比前一周的23万1千人也是大幅增加。所以呢，最新的失业数据表明，新的变种病毒的激增可能呢还是会损害经济的复苏。在失业数据公布以后呢，与美联储利率政策关系最密切的2年期国债最近的收益率大概是在1个百分比左右，而基于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是 1.84 个百分比。我们看到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激增，另外呢，房屋销售的下降导致了10年期的债券的收益率略有所下降。这也反映出美联储可能收紧政策的程度呢有所降低。目前看呢，美联储在3月份加息50个基点的这种猜测呢可能性不大。当然，围绕整个经济通胀和利率的前景呢还不明确，所以呢，大盘还会保持一个动荡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呢，我觉得投资者也不应该对加息感到恐慌。随着经济逐步的恢复正常，加息呢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最终经济和市场呢可以而且呢会适应利率的变化。这种加息的这个环境呢是整个大的周期的正常部分。在以前呢，其实美股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只不过呢，现在这个趋势呢可能比我们以前看到的更加快一些。随着这个整体的大环境，我觉得2022年美股的大盘，特别是上半年，将继续面临一个动荡的这样一个格局。我们投资者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大盘日内走的比较动荡，我们以道琼斯为例，我们看到道琼斯呢在上午呢它还是做出了一个反弹的动作，有所上涨，最高呢曾经到35,490点，然后呢一直到下午2点钟呢，虽然呢稍稍有所下跌，基本上还是收绿的，结果呢从2点钟开始呢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回到日 K 线，所以呢，最终我们看到道琼斯呢是收跌了 0.89 个百分比，再次大跌了300多点，也是跌破了这一根支撑位。标普500的走势也是类似，最终呢也是大跌了 1.1 个百分比，也是跌破了它的一个支撑位。纳斯达克大跌了200点，大幅下跌了 1.34 个百分比，接近了下方的支撑位，是在806点。从昨天开始呢，纳斯达克从技术上呢已经进入了 correction， 也就是调整区。而罗素呢，今天堆得更惨啊，又是大跌了 1.8 个百分比，而且呢也是跌破了近期的52周的一个低位202点，
今天收在了200点啊。我们看一下，从它11月份的高点到目前为止呢，已经下跌了17.5个百分比左右，所以呢，已经非常接近了熊市这样一个范畴。如果罗素没有反弹，继续下跌超过20%的话呢，就会进入一个熊市的范围。罗素的形势不容乐观。在昨天的视频中，我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天参议员将就对反垄断法呢进行一个投票，非常重要。今天呢，结果出来了，最终呢，参议员的司法委员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是通过了反垄断立法，禁止科技最大的平台偏爱它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竞争对手。目标呢，就是苹果、谷歌和亚马逊这些大的科技公司。美国的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一旦最终通过呢，它将禁止苹果、谷歌和亚马逊在他们自己的移动设备上将其应用的程序排名高于竞争对手。另外，在今天立法者也是修改了该法案，其中呢包括了一项拟在包括大型的外资技术平台的新规定。我觉得呢，这一规定呢，主要是针对一些中国的大的科技公司，最主要的呢，就是中国的字节跳动，也就是 TikTok 的应用程序。在今天投票前的几天呢，苹果、谷歌和亚马逊分别强调了该法案将为它的用户的数据带来的危险。在周二的公开的评论中，苹果和谷歌都认为该法案呢，将使消费者面临恶意的软件、勒索软件和诈骗，并且呢，阻碍依赖大型数据平台营销和分销它服务的一些小企业。亚马逊呢，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立法可能会危及该公司向卖家提供 Prime 运输福利，或者完全允许他们进入平台的能力。甚至呢，委员会成员内部呢，也对这个法案的影响存在着分歧。比方讲，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就表示，很难呢看到这项法案的合理性，因为这项法案呢只规范少数大公司的行为，同时呢允许其他所有的公司继续从事完全相同的行为。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消费者团体和反托拉斯技术立法的支持者呢，称赞投票呢是朝着控制少数科技巨头的经济实力和市场主导地位迈出了第一步。这其中呢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公司，比方讲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以及 Microsoft 微软公司。近年来呢，大型的科技公司在决定美国人在网上买什么、听什么、看什么以及说什么方面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呢，该法案将阻止最大的在线平台对市场和社会施加自私的规则。这项法案呢，也将使消费者更容易安装、选择和使用替代的应用程序和在线服务，从而呢使消费者受益。它将消除最大的在线平台为阻碍竞争对手创新而设置的障碍。今天呢，最终的投票结果呢，在两党中是以16票对6票通过了。所以呢，目前看呢，对执行严格的大科技监管的支持者来说呢，是一个胜利。不过呢，现在要说最终的胜利呢，还要为时尚早，因为这项法案接下来也将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它的下一步立法中呢，是需要让60名的参议员支持它。我呢预计这项法案呢，在接下来的进程中也将遇到更加激烈的挑战。在这个频道，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法案的进展，因为它对这些大的科技公司还会是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今天的反垄断立法第一步通过以后呢，对亚马逊、谷歌和 Apple 的股价呢造成了打击。对亚马逊股价打击最大，我们看到它是一根大红棒，整天是下跌了近93块钱，大跌了近3个百分比，而且我们从它的交易量看到也是不小。目前呢，我关注的下方的支撑位呢是在2993块钱附近，这也是一根比较重要的支撑位。
会关注亚马逊事态的发展，乃至它股价的走势。谷歌今天是跌了 1.6 个百分比，是非常接近下方的200天均线的支撑位，是在2649块钱附近。Apple 今天跌幅最小，是跌了1个百分比，不过呢，它也是跌破了60天均线的支撑位，离我下方关注的这根关键支撑位，也就是在150块钱附近呢，还有一段的距离。也会继续关注 Apple 和谷歌的走势。随着整个大盘的持续下跌 ，Palantir 的股价呢，最近也是跌得很惨。这一周我们看，在昨天呢，曾经达到了近期的一个低点14.5块，非常接近下方的支撑位，是在14.3块。今天呢 ，Palantir 的股价走势呢，与大盘非常类似，在早上呢，也曾经出现反弹，一度达到15.5块，然后呢，随着大盘再次下跌呢，Palantir 股价也出现了下跌，最终呢是收在14.6块，与昨天相比呢是微微收绿了 0.4 个百分比。随着罗素这些大盘的走势趋弱，也存在 Palantir 的股价继续下跌的可能性。特斯拉今天在上午的反弹中呢，曾经达到1041块附近，接近21天均线，然后呢再次开始回落，最终呢是收在996块钱，也是与昨天的收盘价非常接近，收绿了 0.06 个百分比。目前看呢，还是在986块钱这根支撑位上方做震荡。今天呢，我手中的2只中概股阿里巴巴以及NIO的表现呢是好于我的美股。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原因呢，也就是宏观方面的原因呢，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天下调了它的关键的贷款利率，用来支持中国经济。央行呢将1年期的贷款的优惠利率从 3.8% 下调了10个基点到 3.7%。我们知道，在早些时候，在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20号曾经下调了5个基点，而5年期的贷款优惠利率从 4.65 个百分比下调5个基点到 4.6 个百分比，这也是自新冠流行以来，也就是2022年4月以来的首次下调。借助这个宏观政策的刺激，今天呢，在美国市场上的中概股也都是出现一个普涨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阿里巴巴，目前呢这几天它的股价的走势呢，基本上是围绕它的上涨趋势线做一个多空双方的争夺战，而且我们看到在129点附近也是一根关键的一个点位，因为它正好是这根支撑位以及与上涨通道线的一个交集，是在 129.6 块钱附近。昨天呢，阿里巴巴曾经跌破了这2根的支撑位。今天呢，借着上午大盘的反弹以及宏观的好消息，阿里巴巴呢一度上涨达到了60天均线，也就是在136块钱附近。随后呢，随着大盘下跌呢，虽然阿里巴巴也有所下跌，但是最终呢是收在了131块钱，是收绿了 2.58 个百分比。所以目前看呢，还是在这根上涨通道线的上方，接下来呢要看它能否守住这根支撑位。好的，未来的最新的第2个工厂传来了最新的消息。我们知道，虽然未来在 NIO Park 的新工厂要到今年的下半年才能投产，但是呢 NIO 已经开始为 NIO Park 的新工厂招聘工人。从未来发布的招聘广告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为工厂招聘3个类别的职位。第一个呢是制造、物流和运营，第2个呢是质量管理，第3个呢是电力驱动系统。在制造、物流和运营方面，未来需要冲压、喷漆、车身、总装车间的工人，还需要与设备维护相关的工程师。在质量管理方面，未来正在招聘油漆的检验、冲压和焊接的检验、油漆的检验、总装检验、尺寸匹配和质量工程师等工作人员。在电力驱动系统类别中，未来也正在招聘的职位包括设施的电气技术人员、设施维护人员、过程技术人员和实验室测量技术人员。虽然呢，未来没有提供这些职位所需的员工人数，但是呢，从它的招聘广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公司也正在按部就班的就 NIO Park 的新工厂取得进展。
已经开始招聘新的工人，意味着呢，它马上即将进入一个投产的一个阶段。我们知道，在去年的4月底的时候呢，合肥市政府与未来是联合宣布 NEOPARK 正式开工建设，整个园区呢占地达到了16950英亩，预计呢可达年产100万辆汽车和100吉瓦每小时电池的产能。前期的投资呢也是达到了500亿元人民币，而未来的新厂呢是 NEOPARK 的首个项目，是在去年的4月29号开工建设。8月26号完成主体钢建设，11月份呢也是完成了主体的一个建筑的竣工验收。而从4月底呢，我在以前的视频中也跟大家做过分享，蔚来呢开始在工厂安装设备。当时呢，蔚来表示，这里生产的第一款车呢将在今年的第2季度下线，而量产车呢将在今年的第3季度下线。所以呢，从这则最新的招聘人员的广告，我们也看出来，NIO的新的工厂 NEOPARK 也正在取得一个进展。一旦正式投产以后呢 ，NEOPARK 将给蔚来提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能的增加。我也是非常期待在这里可以看到 NIO 生产的最新的轿车下线。NIO 股价今天上午借助大盘的反弹呢，曾经也是一度突破了上方的压力位在30.5块，最高呢曾经达到30.8块。无奈随着大盘的回落 ，NIO 也是出现一个回落的过程啊，最终是收在了29.1块3，还是比昨天的低位是上涨了 1.75个百分比。总算呢 ，NIO 也是收绿了。从目前看呢，NIO的近期股价呢，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大盘的走势。基本面呢，从前面的分析，我还是继续看好 NIO，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发展。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